我老公买彩票暴富后，竟逼我离婚，我冷笑，立马签字同意，扭头拿着彩票去兑换现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跟往常一样，先做好了晚餐，去接晚自习下课的双胞胎女儿回家。未开门，就听见屋里热闹的欢笑声。进屋，发现公公婆婆、小姑子徐妙妙一家4口都在，一桌子菜已剩残羹，酒烟气弥漫。我微笑着招呼，奇怪地问道：“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？爸妈、小姑子都过来了。”一向板着脸的婆婆，此时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。当然是好日子，我家天天发了大财。我一愣，看着我老公徐天天：“你中彩票了呀？”我老公徐天天在化工厂工作，上班以来拿奖金最多一次也就5000块，除了他天天买的彩票中奖，不可能发财。你说对了，天天中了5个亿。公公得意的眉飞色舞，我一时目瞪口呆。双胞胎女儿齐齐拍手高呼：“哇哦，我们岂不是成了富二代？”哼，女儿都是赔钱货，我家的钱都是要留给孙子们的。婆婆轻蔑地看着我冷笑：“你这生不了生儿子的，也不配做我家媳妇，明早就去离婚。”我惊慌地看向老公徐天天：“离吧，我把房子留给你。”徐天天喝得红光满面，看我的目光满是施舍之意。我眼泪瞬间涌上眼眶，心中无限酸楚。我与老公光屁股就认识的青梅竹马，从小到大他都是体育健将，我却最害怕长跑。从小学时、中学、高中，每次长跑考试，他都在场外陪着我跑，为我加油打气。我以为他就能这样陪我一辈子，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大城市高薪工作，陪他回县城。结婚后，他说他养我。我以为的养我，就是我养花、喝茶、做瑜伽。原来他说的养我是做饭、洗衣、拖地、生孩子，听他爸妈使唤。前年，我心脏做了手术，不能再生孩子，便更是像免费保姆，经常被他和他的家人眼不眼、鼻子不是鼻子的各种嫌弃。我要孩子。我拉住双胞胎女儿的手，公公酒气熏天地瞪向我：“你没工作，娘家又穷，怎么养活他们？”小姑子给他2个宝贝儿子包着虾，边嘲讽道：“他们才不会傻，放着富二代不做，跟着你去捡垃圾吗？我们要跟着妈妈。”双胞胎女儿一人一边抱着我，态度坚决。我欣慰地搂住她们。在这个没有温度的家，她们姐妹俩一直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。我就说，她们跟她们妈妈一样蠢，反正都是赔钱货，愿意走就走吧，多留点钱给我孙子们更好。婆婆满脸不在乎：“这是离婚协议，你现在签好，这房子就是你的。”徐天天踉跄地走过来，把协议书扔在我身上，没有半分感情。我握着协议，许久未动。嫁进来15年，天天就养你15年，你什么事都没做，就能白的一套房子？你呀，别不知足。婆婆讽刺道。我看着他们，自从嫁进他们家，洗衣做饭搞卫生是我，怀孕生孩子陪孩子读书也是我，老人生病孩子发烧送医院看病陪护全是我。孩子大点，我便去打零工，家务事一样不少。在他们眼中，我怎么就成了废人？难怪有人说，天天洗碗的人，偶尔一次不洗就会被说懒，而100年难得洗一次的人，则会被夸上天。有句话说，懂事的人一旦不配合，就被认为没良心；任性的人稍微乖巧一点，就会被人夸不停。我就是这样过了10多年，心中苦涩，
我翻开协议，认真阅读起来。这房子不足80平方，是我们的婚房，两家各出一半买的。买的时候39万，现在卖顶天就90万。徐家人能把房子给我，已是他们最大的度量。我不奢望更多。上面没写孩子的抚养费1个月给多少呢？我看了下协议书，很全面，但都是空白着的，看来是网上直接下载的。啪！徐天天听了，重重一拍桌子：“孩子是你自己要的，你还有脸要抚养费？我就知道，你要孩子就想用他们来敲诈我哥，你想得美！”小姑子徐妙妙跟着怒目相对。我深深吸口气，如果不给抚养费，那以后你们别向他们要赡养费。婆婆嘲笑：“我们有5个亿，鬼才向你们要赡养费。”我点点头，好吧，那加进协议里。徐天天毫不犹豫，加。我继续往下看，上面写着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向你们借钱。那你们也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向我们借钱。徐妙妙一脸嫌弃：“你就是有病！我们是有钱人，绝对不可能向你这样的穷鬼借钱。”我点点头，加纳进协议里，以后我们之间绝无钱财来往。徐天天一挥手，加。我看向冷漠无情的这一家人，房子过好户，再办离婚手续。这协议书必须去公证，谁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反悔来讹诈我们？公公眯着他精明的眼睛道。徐天天深以为然，对，我们明天先去公证，下午过户。正好后天是好日子，去办离婚。我看着他，离婚也得挑好日子。徐天天鼻孔出气，哼。公证过户手续办理很顺利。第3天，徐天天一早就来接我去到民政局办离婚手续，比我们当初结婚还要积极。哟，几个月不见，这位大神老的我快不认识了呀。这时，一个嘲讽的声音在跟前响起。我抬头看，就见徐天天亲昵搂着一个打扮性感、妩媚的女子，满脸春风得意。他们身边还站着一对双胞胎男孩，11、12岁的模样。我没有一分讶异，冷冷看向徐天天：“徐天天，恭喜你终于有了儿子，可以给你养老送终，还一下子2个。”徐天天惊讶：“你知道？”他特意来告诉我的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我当时不信。我用笑容来掩盖满心酸楚。傻大婶，我说过，你的男人、你的房子、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，现在成真了哦。陈嫣然十分得意，恭喜你小三尚未成功，不过可能外面有不少男人会为此伤心吧。我气场全开，嘲讽地看向陈嫣然。我早就知道这女仗着长得好又放得开，平时行为可不检点，除了徐天天，外面相好的男人好几个。看着她长长的美甲、精致的浓妆及腰的大波浪卷发，应该从来不会做家务。她与徐家人凑成一家才是绝配，生活一定很精彩。办完离婚手续，我便到菜市场买了牛排、大闸蟹、大龙虾和多宝鱼，又买了水果，才回家。昨晚徐家人把饭菜都吃光，汉汉蛋蛋没吃好。今天我要好好犒劳犒劳他们。做好菜，切了水果，汉汉蛋蛋刚好回来，给我带了一把我最爱的白百合。妈妈，祝贺你重生！姐妹俩笑颜如花。我眼泪瞬间湿润了眼眶，真心有了重生之感，用物抱着他们，妈妈一定让我们过得很好。第一次，我们母女3人在家吃得欢快。以前我们总是把好吃的留给徐天天，今天开始他就是屁放过无痕。第2天，我去了娘家，准备亲口告诉他们离婚的事。
爸爸妈妈在我们县最大的养殖场打工，辛苦大半辈子。3年前，妈妈重病，花光了家里所有钱，向徐家借过钱，徐家人才会觉得我娘家穷。一到养殖场，便听说老板丢下100亩水塘，还有被拖欠3个月工资的数百工人带钱跑路了。我决定要把养殖场接盘下来。事发突然，县里安排了一位副县长来处理，竟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于墨。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说了，在这个时候，我能接下这个烫手山芋，他十分高兴，全力支持，很快替我办妥了各项手续。接下养殖场并不是我临时起意，我爸爸妈妈在这养殖场做工半辈子，我小时候也是在这里长大。曾经，我就梦想着，将来自己也能拥有这么大的一片养殖场该多好。爸爸妈妈对养殖场管理和业务都熟悉，能帮着我一起打理。爸爸妈妈问我，哪来这么多钱？我只说是贷款的。其实，我和徐天天一样，中了彩票，也是5个亿。徐天天有个习惯，每天下班回家，都会把买的彩票放在茶几上。我知道，如果他真走狗屎运中奖，离婚是我与他之间唯一的结果。所以我会每次拍了照片，去买和他数字一模一样的彩票。自古突然暴富都不是好事，所以这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爸爸妈妈，我都没有说。为方便工作，我搬到养殖场住，2个女儿申请了住校。她们读的是县里最好、最贵的民办，因为成绩优异，是学校免学费招生进去的。不然，以徐家人脾性，绝不可能让他们读民办。2女儿全力支持我的事业，说住校还能让他们更好的学习。送他们住校的前一晚，我在县里最好的酒店订了包厢，带上爸爸妈妈女儿一起聚个餐。冤家路窄，刚到酒店包厢门口，就遇到了徐天天一家。钱婆婆一马当先，上前来嘲讽：“哟，你是卖了房子才吃得起这里的饭吧？其实我妈妈做的才是最好吃的。但今天我们想让妈妈休息休息，我和妹妹得了5万奖学金，我们请妈妈、外婆、外公吃饭。”大女儿汉汉上前一步，维护我道：“蛋蛋也不示弱，听说这2位学弟入学考试个位数，花了80万赞助费才进学校。这赞助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”钱婆婆怒目而视：“你们2个小贱货，要敢在学校欺负我宝贝孙子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”我本想阻止汉汉蛋蛋的，上一辈的感情纠纷不该让他们承受，但钱婆婆的话让我极不爽。我挡在他们前面，冲徐家人一笑。昨天去接汉汉蛋蛋，在校门口看到有好几干爹在抢接他们放学，那亲热劲，不知道的以为是亲爹呢。徐天天，你不会帮别人养儿子吧？当绿茶，我也会的。我们全家都又高又瘦，他们又胖又矬，肯定不是我们徐家人。爸爸，不做个亲子鉴定，你就认儿子，他们可能只是认你的钱。双胞胎女儿跟着道。穿着超低胸，抱着一对大奶的陈嫣然脸色一变：“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他们可是天天亲自陪我进产房，看着他们出生的。我生孩子时，徐天天在干嘛？我已经忘记了，但至少我知道，他肯定不在我身边。这10多年来，徐天天月工资没超过5000块，3000块交家里的伙食费，1000块买彩票，1000块买烟买酒。啧，你能将这2孩子养得如此白白胖胖的，真辛苦你了。”我阴阳怪气了一把。哼，妈妈很厉害。我妈妈说，她躺着就能挣钱，才不辛苦。大男孩气呼呼说道：“对，我们从小到大住酒店里，
有的是钱。小男孩鼻孔朝天道。我笑了，提高了声音，躺着就能挣钱，真的是厉害，真是童言无忌呀。不去看徐家人难看的像猪肝色的脸，带着家人径直去包厢吃饭。我们刚坐下点菜，就听到隔壁包厢传来吵架声音。我和汉汉蛋蛋心情好，多点了几个菜，吃得欢心。我是学会计的，在家期间，我还考了中级会计师。接手养殖场后，我翻看了所有的账目，发现养殖场业务其实很好，只是原养殖场主豪赌，把挣的钱都花在了赌场。我将原养殖场主欠的工资，并核算了利息，全部发放到位，同时召回了流失的大部分员工，给留在养殖场的老员工都加了奖金，召集各部门的主管负责人，重新梳理了工作流程与制度，养殖场很快恢复生意秩序。爸爸陪着我走访了之前所有的老客户，用我们的诚意拉回了之前流失的90%客户。养殖场恢复正常，第1个月就实现了当月收支平衡。秋季，我带着团队跑了4个农副产品展销会，又新增了3个大客户。到了年底，业绩一天比一天好，供不应求。精挑细选了几家小养殖场的农产品，长期收购。第2年初，就发展了几家可以长期合作的供应商，生意一时红红火火，成了当年度县里缴税大户，成了县里标杆企业。会计学习中，让我深知缴税是高压红线，工作中少挣点钱没关系，税必须15、10，一分不少的交。副县长于墨时常带外地参观团前来参观学习，替我积累了不少潜在客户。年初，县里颁发了优秀企业家的奖项给我，奖励50万，让我信心十足。这天，于墨又带了一批参观团前来，意外队伍中有陈嫣然，挽着 C 位一个男子的手。陈嫣然见到我，似乎也十分意外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哼，连老公都管不住的女人，怎么能管好这么大的养殖场？不会是于副县长顾念同学情，故意帮忙宣传的吧？”我真心不想理会他，但我不能让于墨丢脸，挺直腰板，是骡子是马，拿出来溜溜便是。诸位眼见为实，请大家先到展厅。哼，肯定弄虚作假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陈嫣然趾高气昂：“林县长，您若不是来参观的，我们现在就回。”于墨气定神淡看着 C 位的男子，男子安抚地看一眼陈嫣然，陪笑道：“于副县长说笑了。”我昂着胸带着他们进了新建的展厅，300多平的展厅，496个80寸显示屏，是124个池塘的实时监控，大气温度、水温、湿度全方面数据不断在刷新。工人们在池塘边上喂食、撒网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展厅中间150个工位，30人在做直播，其余有的是技术员，有的是客服，井井有条，并未因为参观团的到来而有一丝影响。众人皆惊，赞叹地看着一切。于墨看着我，竖起大拇指，有魄力。我感激一笑。这其实是于墨之前带我去省城一家先进养殖场参观，我学习到的。而这些技术员和直播主播的招聘，于墨也是帮了大忙。这并不是搞噱头，监控是为了精准养殖，降低损耗，提高产量。我老公买彩票暴富后，竟逼我离婚，我冷笑，立马签字同意，扭头拿着彩票去兑换现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跟往常一样，
先做好了晚餐，去接晚自习下课的双胞胎女儿回家。未开门，就听见屋里热闹的欢笑声。进屋，发现公公婆婆、小姑子徐妙妙一家4口都在，一桌子菜已剩残羹，酒烟气弥漫。我微笑着招呼，奇怪地问道：“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？爸妈、小姑子都过来了。”一向板着脸的婆婆，此时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。当然是好日子，我家天天发了大财。我一愣，看着我老公徐天天：“你中彩票了呀？”我老公徐天天在化工厂工作，上班以来拿奖金最多一次也就5000块，除了他天天买的彩票中奖，不可能发财。你说对了，天天中了5个亿。公公得意的眉飞色舞，我一时目瞪口呆。双胞胎女儿齐齐拍手高呼：“哇哦，我们岂不是成了富二代？”哼，女儿都是赔钱货，我家的钱都是要留给孙子们的。婆婆轻蔑地看着我冷笑：“你这生不了生儿子的，也不配做我家媳妇，明早就去离婚。”我惊慌地看向老公徐天天：“离吧，我把房子留给你。”徐天天喝得红光满面，看我的目光满是施舍之意。我眼泪瞬间涌上眼眶，心中无限酸楚。我与老公光屁股就认识的青梅竹马，从小到大他都是体育健将，我却最害怕长跑。从小学时、中学、高中，每次长跑考试，他都在场外陪着我跑，为我加油打气。我以为他就能这样陪我一辈子，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大城市高薪工作，陪他回县城。结婚后，他说他养我。我以为的养我，就是我养花、喝茶、做瑜伽。原来他说的养我是做饭、洗衣、拖地、生孩子，听他爸妈使唤。前年我心脏做了手术，不能再生孩子，便更是像免费保姆，经常被他和他的家人眼不眼、鼻子不是鼻子的各种嫌弃。我要孩子。我拉住双胞胎女儿的手，公公酒气熏天地瞪向我：“你没工作，娘家又穷，怎么养活他们？”小姑子给他2个宝贝儿子包着虾，边嘲讽道：“他们才不会傻，放着富二代不做，跟着你去捡垃圾吗？我们要跟着妈妈。”双胞胎女儿一人一边抱着我，态度坚决。我欣慰地搂住她们。在这个没有温度的家，她们姐妹俩一直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。我就说，她们跟她们妈妈一样蠢，反正都是赔钱货，愿意走就走吧，多留点钱给我孙子们更好。婆婆满脸不在乎：“这是离婚协议，你现在签好，这房子就是你的。”徐天天踉跄地走过来，把协议书扔在我身上，没有半分感情。我握着协议，许久未动。嫁进来15年，天天就养你15年，你什么事都没做，就能白的一套房子？你呀，别不知足。婆婆讽刺道。我看着他们，自从嫁进他们家，洗衣做饭搞卫生是我，怀孕生孩子陪孩子读书也是我，老人生病，孩子发烧送医院看病陪护全是我。孩子大点，我便去打零工，家务事一样不少。在他们眼中，我怎么就成了废人？难怪有人说，天天洗碗的人，偶尔一次不洗就会被说懒，而100年难得洗一次的人，则会被夸上天。有句话说，懂事的人一旦不配合，就被认为没良心；任性的人稍微乖巧一点，就会被人夸不停。我就是这样过了10多年，心中苦涩。我翻开协议，认真阅读起来。这房子不足80平方，是我们的婚房，2家各出一半买的。买的时候39万，现在卖顶天就90万。徐家人能把房子给我，已是他们最大的度量。
我不奢望更多。上面没写孩子的抚养费1个月给多少呢？我看了下协议书，很全面，但都是空白着的，看来是网上直接下载的。啪！徐天天听了，重重一拍桌子：孩子是你自己要的，你还有脸要抚养费？我就知道，你要孩子就想用他们来敲诈我哥，你想得美！小姑子徐妙妙跟着怒目相对。我深深吸口气，如果不给抚养费，那以后你们别向他们要赡养费。婆婆嘲笑：我们有5个亿，鬼才向你们要赡养费。我点点头，好吧，那加进协议里。徐天天毫不犹豫，加。我继续往下看，上面写着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向你们借钱。那你们也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向我们借钱。徐妙妙一脸嫌弃：你就是有病！我们是有钱人，绝对不可能向你这样的穷鬼借钱。我点点头，加纳进协议里，以后我们之间绝无钱财来往。徐天天一挥手，加。我看向冷漠无情的这一家人，房子过好户，再办离婚手续。这协议书必须去公证，谁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反悔来讹诈我们？公公眯着他精明的眼睛道。徐天天深以为然，对，我们明天先去公证，下午过户，正好后天是好日子，去办离婚。我看着他，离婚也得挑好日子。徐天天鼻孔出气，哼。公证过户手续办理很顺利，第3天，徐天天一早就来接我去到民政局办离婚手续，比我们当初结婚还要积极。哟，几个月不见，这位大神老的我快不认识了呀。这时，一个嘲讽的声音在跟前响起。我抬头看，就见徐天天亲昵搂着一个打扮性感、妩媚的女子，满脸春风得意。他们身边还站着一对双胞胎男孩，11、12岁的模样。我没有一分讶异，冷冷看向徐天天：徐天天，恭喜你终于有了儿子，可以给你养老送终，还一下子2个。徐天天惊讶：你知道？他特意来告诉我的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我当时不信。我用笑容来掩盖满心酸楚。傻大婶，我说过，你的男人、你的房子、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，现在成真了哦。陈嫣然十分得意，恭喜你小三尚未成功，不过可能外面有不少男人会为此伤心吧。我气场全开，嘲讽地看向陈嫣然。我早就知道这女仗着长得好又放得开，平时行为可不检点，除了徐天天，外面相好的男人好几个。看着她长长的美甲、精致的浓妆及腰的大波浪卷发，应该从来不会做家务。她与徐家人凑成一家才是绝配，生活一定很精彩。办完离婚手续，我便到菜市场买了牛排、大闸蟹、大龙虾和多宝鱼，又买了水果，才回家。昨晚徐家人把饭菜都吃光，汉汉蛋蛋没吃好。今天我要好好犒劳他们。做好菜，切了水果，汉汉蛋蛋刚好回来，给我带了一把我最爱的白百合。妈妈，祝贺你重生！姐妹俩笑颜如花。我眼泪瞬间湿润了眼眶，真心有了重生之感，用物抱着他们，妈妈一定让我们过得很好。第一次，我们母女3人在家吃得欢快。以前我们总是把好吃的留给徐天天，今天开始他就是屁放过无痕。第2天，我去了娘家，准备亲口告诉他们离婚的事。爸爸妈妈在我们县最大的养殖场打工，辛苦大半辈子。3年前，妈妈重病，花光了家里所有钱，向徐家借过钱，徐家人才会觉得我娘家穷。一到养殖场，便听说老板丢下100亩水塘，
还有被拖欠3个月工资的数百工人带钱跑路了。我决定要把养殖场接盘下来。事发突然，县里安排了一位副县长来处理，竟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于墨。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说了，在这个时候，我能接下这个烫手山芋，他十分高兴，全力支持，很快替我办妥了各项手续。接下养殖场并不是我临时起意，我爸爸妈妈在这养殖场做工半辈子，我小时候也是在这里长大。曾经我就梦想着，将来自己也能拥有这么大的一片养殖场该多好。爸爸妈妈对养殖场管理和业务都熟悉，能帮着我一起打理。爸爸妈妈问我哪来这么多钱，我只说是贷款的。其实我和徐天天一样，中了彩票，也是5个亿。徐天天有个习惯，每天下班回家都会把买的彩票放在茶几上。我知道，如果他真走狗屎运中奖，离婚是我与他之间唯一的结果。所以我会每次拍了照片，去买和他数字一模一样的彩票。自古突然暴富都不是好事，所以这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爸爸妈妈，我都没有说。为方便工作，我搬到养殖场住，2个女儿申请了住校。她们读的是县里最好、最贵的民办，因为成绩优异，是学校免学费招生进去的。不然，以徐家人脾性，绝不可能让他们读民办。2女儿全力支持我的事业，说住校还能让他们更好的学习。送他们住校的前一晚，我在县里最好的酒店订了包厢，带上爸爸妈妈女儿一起聚个餐。冤家路窄，刚到酒店包厢门口，就遇到了徐天天一家。钱婆婆一马当先，上前来嘲讽：“哟，你是卖了房子才吃得起这里的饭吧？其实我妈妈做的才是最好吃的。但今天我们想让妈妈休息休息，我和妹妹得了5万奖学金，我们请妈妈、外婆、外公吃饭。”大女儿汉汉上前一步，维护我道：“蛋蛋也不示弱，听说这2位学弟入学考试个位数，花了80万赞助费才进学校。这赞助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”钱婆婆怒目而视：“你们2个小贱货，要敢在学校欺负我宝贝孙子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”我本想阻止汉汉蛋蛋的上一辈的感情纠纷，不该让他们承受，但钱婆婆的话让我极不爽。我挡在他们前面，冲徐家人一笑。昨天去接汉汉蛋蛋，在校门口看到有好几干爹在抢接他们放学，那亲热劲，不知道的以为是亲爹呢。徐天天，你不会帮别人养儿子吧？当绿茶，我也会的。我们全家都又高又瘦，他们又胖又矬，肯定不是我们徐家人。爸爸，不做个亲子鉴定，你就认儿子，他们可能只是认你的钱。双胞胎女儿跟着道。穿着超低胸，抱着一对大奶的陈嫣然脸色一变：“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他们可是天天亲自陪我进产房，看着他们出生的。我生孩子时，徐天天在干嘛？我已经忘记了，但至少我知道，他肯定不在我身边。这10多年来，徐天天月工资没超过5000块，3000块交家里的伙食费，1000块买彩票，1000块买烟买酒。你能将这2孩子养得如此白白胖胖的，真辛苦你了。”我阴阳怪气了一把：“哼，妈妈很厉害。我妈妈说，她躺着就能挣钱，才不辛苦。”大男孩气呼呼说道：“对，我们从小到大住酒店里，有的是钱。”小男孩鼻孔朝天道。我笑了，提高了声音：“躺着就能挣钱，真的是厉害，真是童言无忌呀！”不去看徐家人难看的像猪肝色的脸，带着家人径直去包厢吃饭。
我们刚坐下点菜，就听到隔壁包厢传来吵架声音。我和汉汉蛋蛋心情好，多点了几个菜，吃得欢心。我是学会计的，在家期间，我还考了中级会计师。接手养殖场后，我翻看了所有的账目，发现养殖场业务其实很好，只是原养殖场主豪赌，把挣的钱都花在了赌场。我将原养殖场主欠的工资，并核算了利息，全部发放到位，同时召回了流失的大部分员工，给留在养殖场的老员工都加了奖金，召集各部门的主管负责人，重新梳理了工作流程与制度，养殖场很快恢复生意秩序。爸爸陪着我走访了之前所有的老客户，用我们的诚意拉回了之前流失的90%客户。养殖场恢复正常，第1个月就实现了当月收支平衡。秋季，我带着团队跑了4个农副产品展销会，又新增了3个大客户。到了年底，业绩一天比一天好，供不应求。精挑细选了几家小养殖场的农产品，长期收购。第2年初，就发展了几家可以长期合作的供应商，生意一时红红火火，成了当年度县里缴税大户，成了县里标杆企业。会计学习中让我深知缴税是高压红线，工作中少挣点钱没关系，税必须15、10，一分不少的交。副县长于墨时常带外地参观团前来参观学习，替我积累了不少潜在客户。年初，县里颁发了优秀企业家的奖项给我，奖励50万，让我信心十足。这天，于墨又带了一批参观团前来，意外队伍中有陈嫣然，挽着 C 位一个男子的手。陈嫣然见到我，似乎也十分意外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哼，连老公都管不住的女人，怎么能管好这么大的养殖场？不会是于副县长顾念同学情，故意帮忙宣传的吧？”我真心不想理会他，但我不能让于墨丢脸，挺直腰板，是骡子是马，拿出来溜溜便是。诸位眼见为实，请大家先到展厅。哼，肯定弄虚作假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陈嫣然趾高气昂：“林县长，您若不是来参观的，我们现在就回。”于墨气定神淡看着 C 位的男子，男子安抚地看一眼陈嫣然，陪笑道：“于副县长说笑了。”我昂着胸带着他们进了新建的展厅，300多平的展厅，496个80寸显示屏，是124个池塘的实时监控，大气温度、水温、湿度全方面数据不断在刷新。工人们在池塘边上喂食、撒网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展厅中间150个工位，30人在做直播，其余有的是技术员，有的是客服，井井有条，并未因为参观团的到来而有一丝影响。众人皆惊，赞叹地看着一切。于墨看着我，竖起大拇指，有魄力。我感激一笑。这其实是于墨之前带我去省城一家先进养殖场参观，我学习到的。而这些技术员和直播主播的招聘，于墨也是帮了大忙。这并不是搞噱头，监控是为了精准养殖，降低损耗，提高产量。不是当事人都不会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的。但是已至此，我知道多说无益。我正准备独自去银行转钱，警察就来了，让我再次拨通徐天天电话，以追踪他的所在地。徐天天，我准备给你转钱，你的账号是多少都没告诉我呢。我拨通了电话，我会发给你。你真的能搞到这么多钱？徐天天语气明显轻松。我问了银行，他们说一天内一个账号最多转5万块。我多跑几个银行，
但5个亿真的很困难，你一定要耐心等着我。”我说的真诚，语气又委屈又害怕。用公司账户转，今天最少转1个亿给我，我就不会伤害他们的。没想到徐天天倒是懂这个。行，我想办法给你转钱，但我要先和汉汉、蛋蛋说说话，我才转钱。我抓紧了手机说道：“好吧。”一人只能说一句。徐天天同意了。妈妈，我们很好，你放心。啊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汉汉先说的话，接着就传来他们惊恐、痛苦尖叫声。汉汉、蛋蛋，我惊得直呼唤，但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，已经监测到他们具体位置。我们已通知我们同事用最快的速度赶过去。这时，警察过来说道：“他们有危险，我要去看他们。”我急切地抓住警察的手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坐着警车赶到一间旧厂房，就见警察抬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出来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徐天天。我发疯了一般冲过去，拽紧他的衣领：“徐天天，徐天天，你把汉汉、蛋蛋怎么了？他们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跟你拼命。2个孩子被他们带走了，肯定会给你打电话的，向你要钱。你要替我还，否则他们会杀了我的。”徐天天虚弱道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向我要钱？”一听汉汉、蛋蛋又陷入另一个危险之中，我真的想直接掐死他。要债的人。徐天天沙哑无力道：“你竟然把他们交给那些人，他们还是孩子。”我再控制不住，死死掐住他的脖子：“同志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们已经追踪到他们，我们很快会把他们救出来的。”警察急忙将我拉开。若是说以前我对徐天天还存有一些感情和幻想，现在我真的对他失望透顶。这时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：“要钱。我告诉你们呢，我和徐天天早就离婚，我和2个孩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现在是绑架，是勒索，是犯法的。”我一听是要债的人，声色俱厉道：“只要你们让孩子平安回家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绝对不会报警，也不会再找你们麻烦。”我又急道：“我们只是要债，不想伤人，我们会把孩子送回去。”没想到对方还挺明事理。见到汉汉、蛋蛋平平安安回家，我瞬间泪流满面。这一天惊心动魄的，晚上爸爸妈妈准备了一桌子好菜，给我们压惊。一桌菜，一家人边吃边轻松愉快地说说家常，和谐、宁静而美好。突然，几个工人惊慌失措地冲进来：“老板，快看婆婆妈妈节目！”婆婆妈妈是县电视台调解各种家庭纠纷的节目，在县里很火。我们打开了电视，就见徐家人一个个声情并茂地谴责我忘恩负义、嫌贫爱富、见死不救。徐家人惯会演戏，他们这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，肯定骗取了电视剧前不少的观众。我立即联系之前打过交道的电视台人员，连夜召开声明记者会。记者会是县电视台和省电视台平台上同时直播。我拿出了经过公证的离婚协议书，一条一条的读，铿锵有力。协议书上十分清楚，离婚原因：我不能给徐家生儿子。我的话一出，评论马上全是指责徐家人重男轻女。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：徐天天中奖5个亿，我不能以任何理由向他借钱，而他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向我借钱。评论再次激烈，都是责骂徐天天有钱了就抛弃糟糠之妻。离婚时，我要了房子和2个孩子。房子当初是2家人各出一半买的，孩子徐家不出1分抚养费，
评论持续发酵，指责徐天天连孩子都不肯抚养。所以，虽然结婚16年，但离婚之时，我和他就已经路归路，桥归桥。评论一片支持我的声音。本来他是我孩子的爸爸，他真的困难，我能帮忙也会帮忙。但徐天天被追债时，绑架了我的2个孩子。我请当时采访我的电视台放出了当天的录像，评论区再次爆炸，纷纷指责徐天天不仅绑架了孩子，还把他们送去当人质，让我的孩子陷入危险之中。所以现在我正式在声明，我和徐天天和徐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不欠他们1分1毫，他们再向我要钱就是勒索，我一律报警处理。舆论压倒性偏向我，我狠狠松口气。我想这一次终于和徐家人彻底划清界限，卸下这个精神负担，我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养殖场上。当年我把养殖场扩大了1倍，成了县里最大的内税大户。第2年，养殖场的业务覆盖了全国52个城市，业绩增长居全县第1。第3年，养殖场利税、业绩均居全县第1，成为全县最大的企业。财富排行榜，我居全县第1，实至名归的县首富。专注搞事业的我，发现生活充实而阳光。这年秋季，养殖场组织专场招聘，来应聘的人员人山人海。我到现场讲话，引来掌声阵阵。我深感成功的喜悦。讲完话，我正准备离开，刚到停车场，有人挡在我身前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在我生活中消失了3年多的徐天天。3年没见，原来高大挺拔的他，现在身形伛偻，面带沧桑。他看着我的眼里，第一次有惊艳，有崇拜之色。我立即防备地后退半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来应聘的，你现在真好。徐天天完全没了以前的趾高气昂。我点点头，公事公办道，只要你认真工作，来应聘没有问题。我以前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没想到你这么能干，这么会挣钱。徐天天巴巴地看着我。我本不想和他多说，准备上车的，但又停了下来。我看着他，笑了。徐天天，我能有今天的成功，还是要谢谢你。谢谢你离婚之恩，还要谢谢你的狗屎运。你不知道吧？以前你买彩票时，我都会买和你一模一样。所以，徐天天恍然大悟，又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所以，你也中奖5个亿。我笑而不答，驱车离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